朝鲜再次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导弹，这对亚洲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外表神秘的朝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2022年1月12号，朝鲜朝中社发文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于1月11号成功进行了一次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并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也来到现场观看并指导了此次试射。据报道称，在此次试射过程中，从导弹分离的高超音速滑行飞翔弹头成功击中了距离1000公里以外的基地目标。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朝鲜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的目的在于最终准确证明新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的全盘技术特性。然而，这并不是朝鲜第一次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去年9月29号，朝中社突然宣布，就在前一天，朝鲜国防科学院在慈江道试射了一枚新型的火星8导弹，这在国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官方并没有对此导弹做出过多的解释。对此，美国、韩国和日本也弄不明白这一武器类型，在各自的官方媒体都称之为不明飞行物，并且并没有当一回事。韩国方面给出的解释是，这似乎是一枚短程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00公里，飞行高度大约30公里。美国媒体也发文称，这次的发射并不会对美国及其美国盟友构成紧急威胁。对此，日本政府也象征性地表示，会对朝鲜加强警惕和监视。可以说，美国及其盟友们都低估了朝鲜的军事实力，这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短程导弹。在世界各国纷纷投来关注时，朝鲜政府表示，此次试射的是朝鲜新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一言论立马让国际上炸开了锅，这也让美国的脸面完全掉在了地上。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多次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失败，而朝鲜已经成功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朝鲜这一举动也将导致美韩萨德反导系统立刻作废。2017年，美国研发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通过军用运输机运抵驻韩美军的乌山空军基地。韩国政府也公开发言称，将尽快经过相应程序，陆续将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在星州基地。美国这一举动无疑是借人家的地作为自己的主战场，为亚太地区挑起战争做足准备。而在亚太地区挑起战争，势必会损伤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国力。而相反，美国本土不想一枪一炮坐收渔翁之利。中国对于美国这一试图通过引起战争来损害别国经济并保住自身世界霸主地位，自然是极力反抗。中国外交部也公开发言，要坚决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美韩承担。而朝鲜拥有了高超音速导弹以后，便有力地破坏了美国的邪恶企图。据了解，朝鲜研发制造的高超音速导弹与中国的东风17有异曲同工之妙，取弹头都是采用乘波体结构，在导弹高速飞行的途中会一直行进无规则的类似于打水漂式的运动轨迹，令敌方的搜索、跟踪、位置预测计算难以进行。这就导致了美国、韩国现有的萨德反导系统几乎无法经营拦截。朝鲜于11号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已经是自去年9月份以来的第3次试射，对于朝鲜高超音速导弹的真实实力也有了更多的数据参考。据了解，这种装上滑翔乘波体弹头的导弹至少能达到6000公里的航程，并且朝鲜国防科学家也确认了该导弹在主动区段的飞行控制性能和稳定性，和该导弹在滑翔飞行过程中的制导机动性，同时也确认了这一新型高超音速导弹首次采用了安步化导弹燃料系统和发动机的稳定系统。通过透露出的第3次试射画面也可以看出，试射结果非常成功，一切技术指标都满足了实际应用的要求。同时，这也不是朝鲜最近唯一研发出的导弹，在此前，朝鲜刚刚试射过一枚巡航导弹，这让朝鲜的军事实力再次不好估计。外界对于朝鲜的导弹技术也需要重新进行准确评估。要知道，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在全世界范围以内，也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同时拥有的2项技术。目前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具有这样的实力，而名不见经传的朝鲜却赶在美国前面实现了这一目标，不禁让人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几十年内不断失败的高超音速导弹，在朝鲜这只经过了2次试射就成功研制呢？根据媒体报道，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来源其实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匕首弹道导弹。
因为匕首这种可以挂载在大型战术飞机上的弹道导弹，如果把它的技术移植到地面上，用于高超音速导弹的设计研究，其难度就不是很大。而其中的难点在于，如何在高超音速导弹5倍声速的飞机过程中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尤其是对其机动飞行方式的精准控制以及末端的制导。但结果证明，朝鲜军方已经成功地攻克这2大难点。朝鲜这个国家非常神秘，在此之前，从未有外界传闻传出朝鲜在自主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并且也没有做过这一领域大量的试验。毕竟高超音速导弹研制难度非常大，美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试验，还在不断失败。中国也是经过了大量的理论论证和实际发射试验，才研制出高超音速导弹。这一名不见经传的神秘朝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作为中国的邻国，早在中国明朝时期，朝鲜就派遣使者请中国裁定国号，友谊也一直延续至今。但对于朝鲜，中国只能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在上世纪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后，朝鲜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道路，不声不响。朝鲜的全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十分单一，基本上是由朝鲜族组成。在建国以后，一直以农业和工业为生，并且朝鲜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依然实行集体农业并以此为主的国家。由于朝鲜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20世纪末期，因为苏联解体，外援急剧减少，朝鲜经济濒临崩溃。随后，因为国家内部的分配制度瘫痪，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胀，所以在外界的眼中，朝鲜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小国家。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经济状况不好的态势下，朝鲜一直采取的是重工业优先政策，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据估计，工业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生产总值的45%，并且朝鲜是全球拥军第4高的国家，现有的正规军达120万，也是全球人均军事人员比例最高的国家，相当于每25个朝鲜人里就有1名是军人。这也是朝鲜的兵役制度导致的。朝鲜所有年满17岁和身体健全的男子和女子都需服10年的兵役。朝鲜的军人也深受本土人的爱戴和尊重，并且早在1956年，朝鲜就成立了原子物理研究所，兴建核反应堆，一直存在制造核武器的动机。这一举动受到了国际的密切关注，韩国与美国都跟朝鲜签订过核相关条例。1990年，韩国与朝鲜签订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2年，美国与朝鲜签订了核安全协议，都是为了避免朝鲜拥有核武器。但2000年以后，朝鲜再次开展了核武器计划，并称正在研究更强的武器。可以见得，中国的小邻居却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连美国都有所忌惮。